for anything。风雨会山河乱，众生长望。他和她为权力都发了狂，谁还在踌躇盼天亮？闭上眼，摊开张扬会韬光，回首间，昔年不胜想。我心怀信仰 ，So I've been waiting。初念不忘 ，We're breaking out of the night， 无尽回响 ，Just waiting for the sign。Sunrise，sunrise，We're breaking out of the night，Never look back and just carry on。Be ready for anything. Sunrise, sunrise. 心中之光主张着太阳。Sunrise, oh, oh. 浮生向往 ，Someday we'll turn the light on. 光芒万丈 ，Be ready for anything. Sunrise, sunrise.No way we'll let it today. Never look back and keep on fighting. Be ready for anything. 烧饼，无主烧饼。盟主，楼主，有2个消息要向你们汇报。一大早的，先说好消息吧。只有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阜阳城一事传得沸沸扬扬，有人声称见到龙大侠当日就在城内，因此质疑他是否是朝廷的同谋。现在众说纷纭，许多人要我们交出龙大侠，要他为此事承担责任。也有龙大侠的粉丝要求我们说明情况，还他清白。另一个消息呢？这些人现在就在山脚下闹事。龙大侠！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咬死你们！咬死你们！龙大侠侠义心肠，管过多少天下不平事儿，少拿你们的揣测来血口喷人！龙大侠一定是朝廷内应，竟然让无辜百姓为那些疯子穿越者陪葬，他不配称之为侠！凭什么这么说龙大侠？你放屁！给老子滚！那他怎么样了？自打从阜阳城回来，除了将带回来的少年交给陶姑娘医治，不曾与任何人说过半个字。那么高的心气儿，现在重重跌了一回，一时半会儿怕是缓不过来啊。其实我这还有个好消息，现在朝廷和拓荒组正忙着互相抨击，好把阜阳的罪责都推到对方的头上，老百姓举棋不定，正是我们招揽人心的大好时机。我们要比朝廷和拓荒组都快一步，提出百姓无法拒绝的和平主张。但是说起来容易啊，具体怎么做就毫无头绪啊。老百姓想要的不只是龙大侠的真相，也想要武林盟对这件事的态度。掌握不好舆情，我们反而会失了人心啊。所以，想要传播理念、打舆论战，能有什么比打造一个自带流量的 IP 更快呢？IP 是何意？就是，你现在武林盟给我找个认识字儿的、会说骚话的打工仔过来。哦。小公不见了，哥哥怎么办？你耐心一点，好好找。爱国，他不见了，爱国，爱国。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哎，我真傻，我光知道自己才貌双全，却不知道以我的完美会招来这么多麻烦事。你既是要躲人，正好楼主给你机会闭关写稿，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啊！何止不是你做乙方，你都不知道楼主给我提了些什么变态要求啊！啊！你看啊，很简单呐，你就写个小说嘛。这个中心思想就是穿越者与原住民应当排除万难，和睦共处。因此，只有温和派的武林盟是好人。既要含蓄，要让读者领悟精神；既要拳打朝廷，要脚踢拓荒族；既要剧情精彩，要立意深刻。简直是个五彩斑斓的黑一样的狗屁需求。哼！所以说了这么多，你稿子写得如何了？嘿嘿，一个字都没写。哎呀，急什么呀？我现在是在搞创作，一定要在死线上才能有灵感的。何为死线？就是一种身心极度紧迫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呢，这样吗？我才不信你舍得对我出手呢。哼！听闻罗家小妹正在武林盟内挨家挨户寻找她那半路失踪的如意郎君。我现在文思泉涌，感觉能日更3万。小范呀，写的怎么样了？楼主让我来收稿了。这是第1期的故事，劳烦了。哎呦，不错不错，楼主雇你做催稿员，真是英明。不过1日之内亏你能做出这般字数，不会是胡写一气、滥竽充数吧？滥竽充数？哼！我告诉你，你马上就将见证大梁历史上第一部文学巨作的诞生！啊！在故事的开头，一位21世纪的女白领二丫在出游时落水，醒来时发现自己回到了古代，成了一户富贵人家的女儿。但她刚一暴露身份，就被又惊又怕的家人们关进了花园的小屋里。唯有这家的花匠梁郎并不把她当作异类，甚至暗自对她倾心。很重吧？我帮你拿。好啊。这日，梁郎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二丫表白。贤娘娘，在下有一句话，想对你说很久了。二丫预感到了不妙，却又怕伤害梁郎，她急中生智。哎，你看那是什么？啊！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哎呀，配鸳鸯配鸳鸯，只有鸳来没有鸯。啊！哎，见梁郎仍是听不懂，二丫只好再接再厉。哎，你看这湖面2个影，拜把姐弟笑盈盈。我见水中好情侣，年龄不会成问题。啊！束手无策的二丫只能向梁郎坦白了实情。对不起，我想专注于事业。然后呢？是不是惊世骇俗、跌宕起伏，深深地扎着你的心？也就一般。一般？看来你还是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精髓啊！这只是个开头，之后还有大 boss 文才出场。等他们3人间的爱恨情仇引发穿越者和原住民之间的理念之争，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部主题深刻、思想升华的文学巨作呀！你这名著叫什么名字啊？霸道花匠爱上我。震惊凄美爱情小说横空出世，高居如册读物榜首。开宗紧跟连载，买通全国说书人组织进行地毯式宣传，3个月出单行课本，花钱请各大文豪作序留评。没问题。云溪，你去叫桃花帮的女弟子贡献一下以前给龙大侠搞后援会的经验，小范马上就能用上。
小贤啊，我们故事里二丫随身佩戴的那个香囊是个不错的元素啊。放心，我已经安排感知二丫专用香囊，之后作为周边贩售。另外还请了竹林48弦在感知新曲幸运香囊，下个月的月旦评也会发表点评。更新了！霸道花香还让我更新了，我去这个这个。让开让开，不准看！哼，朝廷这是给我们使绊子呀！翰林学士李大人对霸道花匠阅后评价：生搬硬套毫无文采，在民间引起激烈探讨。你们这帮姓李的！李大人说，官职有如行尸走肉。姓李的嫉妒我们哥哥出名，国大当头，却以这些儿女情长削弱士气，简直居心叵测，四处当奸。小人之事。朝廷这招是想把范爱国安个妖阳惑众的名头，这样下去，他的名声……我去看看范爱国怎么样了。你怎么看？朝廷反对的声音越大，岂不是越说明他们害怕？范爱国，听说没？跟红了！你难道不知那些都是在骂你吗？无所谓啊，没有人讨论你的时候，你才彻底完了呢。这就叫黑红。黑红。现在的状况就是，越多人争议，讨论度就会越高。原来如此，朝廷的打压反而是在帮我们宣传。那我们接下来，等单行本出来，我们立刻给范爱国举办签售会。放心吧，那时候你就会知道范爱国现在真正的人气。文坛新人范先生携凄美小说《霸道花匠爱上我》邀您共聚。也算是给小范先生增加销量了。你呢？也就买了5个仓库吧。为敌而活。哎，你说这人呢，怎么能有颜又有才？这不活该我红吗？千般万般留不住。人气朱颜花气树。小范先生，能签个纯一吗？能握个手吗？怎么样？这待遇你没享受过吧？爱国哥哥也给人家签签吗？这待遇你没享受过吧？没想到仅仅是写书造势，就能引发这样的狂潮啊！你可以说这是故事的力量，也可以说这是传播的力量。哎，大家不要急啊，一个一个来，都有，人人都能拿到。我们已经做到了最重要的一步，让人信服，让人共情。哎，看这个月的更新了吗？看了呀，真是个气死个人啊！那个梁郎怕不是个木头。对呀，当这本书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便能百传千，千传万。而我们植入在故事中的观念，逐渐会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师傅，劳驾您再多绕2圈，我得把这小说看完。好嘞，这个我擅长。就借着这风，飞得更高一些吧。爸爸，我错了，我不认识这个。爱国哥哥，你怎么能忘记我呢？那夜你我2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们可是对看了1晚上呢。飘着浪漫的气息，我用最干嘛？有《霸道花匠》第4卷吗？借我看看。有是有，别给我弄皱了啊！我还特意包了书皮呢。没想到我们那个世界的网文在大梁也这么受欢迎，穿越剧果然是真的。你输了。我下午自己居然输给一个故人！不行，我得带下去。回去赶稿要休息。奇怪，刚有人说爱国哥哥往这边来了呀！爱国哥哥，爱国你干嘛？霸道花匠最新的家印已经都处理完了。好，与朝中辩论的文稿也已经审过了。好，楼主，我在这里处理公文，你在旁边好不快活？你不觉得有些许不合适吗？哎，行啊，等你干完活，也请你吃糖葫芦。唉。独自感觉你的美丽。
我想过了，我可以等。二丫流泪道：“我不做宵小与原住民结仇，只想着世上能容你我二人。若是人人像你这般，武林盟这是把我们也骂进去了呀。他们是铁了心要成为第三股势力。口舌之快，这些雕虫小技就交给我来处理。他们之所以如此挣扎，正是因为扶阳城战之后，无数民心倾向了玉王殿下您。只有您才能带领我们推翻残暴的旧体。殿下放心，我们再过数月便可攻陷皇城，让您坐上那本就该属于您的位置。若无其他事禀报，我便回府了。殿下慢走。今天是我穿来大梁的日子，你这是在吊唁你的旧友？我都已经穿过来5年了，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他的事，就不能给我讲一讲？没什么好说的。真的没有吗？毕竟我和他关系匪浅啊，走在路上被人认成是青楼乐师什么的，我也很为难啊。柳家是我的母姓，柳文仲乃是前朝重臣之子，亦是我的总角之交。重臣之子在乐坊里当乐师？周景义继位之后，便将我支到北方偏远的属地。柳家在党争中被扳倒，柳文仲也被新帝的党羽连番射击，贬为庶民，流落街头，最终贫病交迫。可能是觉得本王太无用吧，柳兄至死也未曾向我寻求帮助。待我找到他时，他已时日无多。或许他只是不想让你充满仇恨的活着。若没有这恨，本王无异于行尸走肉。周景义和他的生母先后设计淹死了我的胞弟，又毒杀了我的母妃。若非柳家倾力相护，年幼的本王或许早已命毙宫中。天地虽大，我身边却只得柳文仲这一位至交好友。新仇旧恨，若忘记了他们，九泉之下焉能瞑目？本王多年隐忍，只为复仇。周景义一日不死，本王一日不得善终。可在我眼里，你现在也像一具行尸走肉。你的母亲和弟弟，还有柳公子，也希望看到你这样子吗？住口！对不起，我之前想的太简单了，从未理解过你。我以为你只是生在皇家身不由己，一切都是为了推翻皇帝，取而代之。本王对那皇位半点兴趣也无。可拓荒祖一直打着你的旗号，各取所需罢了。本王也不求被人理解。亲朋故知都已死了，本王在世间独活，无牵无挂，唯有此恨常驻心间。哎，等等，玉王殿下，不对啊，我应该也能算您的亲朋故知吧？你看，我正好穿越到柳公子身上，而且刚巧我笛子也吹得不错，这是跟你故知沾边的。咱们认识5年了，经历了不少事情。哎，就说上次在扶阳城遇到小混混吧，你唰的一下就出现了，说我是你的好友不过分吧？亲朋故知我都沾边，你以后再也不能无牵无挂了。柳公子，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玉王殿下早日解除心魔。玉王殿下，答应我，不要永远被你的心魔困住，好吗？好。嘿嘿，你不想做皇帝，那到时我们就隐姓埋名，一起去看山川大海吧。
盟主，楼主，有个消息要向你们汇报。拓荒族这帮孙子，居然剧透了霸道花剑的结局，还状告泛爱国是抄袭，居然比我们还不要脸！扫码关注有妖动画官方微博、爱奇艺动漫微信公众号，独家官方爆料、精美礼品等你来。很多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甚至丢了性命。他们也是人，开心过，痛苦过，真正活过。光靠我自己，又能为这世道做些什么呢？我又能说些什么？谁又愿意听呢？范爱国，你就在这里，我看得见真正的你。我好像知道结局该怎么写了。武联盟，是时候乘势而起了。终局之战就快到来了。这一次应该真的会死吧？只有绝对的实力，才能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是你让我意乱情迷。